探索佛学中的一切唯心所造。赛斯的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佛学中的一切唯心所造，意味着外在现象的存在和体验都是由心识所创造的。根据佛学的观点，外在世界的现象只是心识的映射和投射，因此真实的实相存在于内在的心识中。这种观点强调个体的内在体验和自觉性，认为一切现象和经验都是心识的创造。赛斯的教导中提到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强调个体的意识和思想的力量对于创造和塑造现实的重要性。根据赛斯的观点，个体的思想和意识具有能量和创造力，可以影响个体的经验和所处的现实。他强调个体的思想和信念对于塑造现实和经验起着关键作用。虽然佛学中的一切唯心所造和赛斯的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表达了相似的思想，但在理解上有一些不同之处。佛学的观点更强调心识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认为外在世界只是心识的映射。赛斯的观点则更强调个体的意识和思想的力量，认为个体可以通过意识的创造力塑造自己的现实。这些观点都提醒我们个体对于自己的思想、信念和意识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于现实和经验的塑造能力。他们都鼓励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内在世界，认识到自己的创造力和责任，以实现更有意义和丰富的生活。奥修说，如果你不快乐，那是因为你把事情看得太严肃了。赛斯会怎么说？赛斯的教导中强调个体的意识和思想的力量对于创造现实的重要性。根据赛斯的观点，个体的思想和信念直接影响个体的经验和所处的现实。他认为个体可以透过正面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来创造自己渴望的现实。因此，赛斯可能会说，如果你不快乐，那可能是因为你的思想和信念与快乐不一致。如果你把事情看得太严肃，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抱持负面的观点和信念，这就会阻碍你体验到快乐和愉悦。赛斯可能会鼓励个体更加审视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且进行积极的自我转化，以创造更有意义和愉悦的生活。虽然奥修和赛斯的观点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强调个体的思想和意识对于经验和现实的影响。无论是把事情看得太严肃，还是抱持负面的思想和信念，都可能阻碍个体的快乐和幸福。因此，两种观点都鼓励个体以积极和正面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以创造更多的快乐和愉悦。佛又会怎么说呢？佛教的观点强调无常和无我的概念，以及培养内在的智慧和慈悲心。根据佛教的教导，苦、无常和无我是存在的基本特征，所有现象都是无常变化的，而个体的存在也是无我无常的。因此，佛教可能会说，如果你不快乐，那是因为你陷入了执着和贪着的烦恼之中，你对于自己和外在世界的执着和贪着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佛教强调放下执着的智慧，以达到心灵的平和与解脱。当你能够超越对于固定结果的追求，放下执着，接纳和顺应无常的变化，你将能够获得内在的平静和快乐。总结而言，佛教强调透过培养智慧和慈悲心来实现内在的平和与快乐。它鼓励我们放下执着和贪着，接受无常的变化，以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解脱。这与奥修和赛斯的观点略有不同，但他们都指向了同样的目标，即透过转化自我和认识真实的本质来实现内在的平静和快乐。
奥修说，愤怒永远都是弱者的象征。赛斯会怎么说？赛斯的观点与奥修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所不同，因为赛斯的教导强调个体的自我创造和责任，赛斯会强调个体的能力和选择，并不会将某种情绪如愤怒归类为弱者的象征。根据赛斯的教导，每个人都是自己实相的创造者，一时的能力和选择塑造了个人的经验。因此，赛斯可能会说，愤怒是一种情绪和能量，它的存在与个体的思想、信念和选择相关。愤怒的存在并不表示个体的弱点或缺陷，而是一种可以被了解、转化和平衡的力量。赛斯的教导强调个体的自我责任和意识的力量，他提倡透过意识的选择和认知的转化来创造一个更积极、平和和有意义的实相。因此，赛斯可能会鼓励个体深入探索愤怒的根源、意义和影响，以便进一步发展自我认识和自我掌握的能力，从而创造更有意义和丰盛的生活。总结而言，奥修和赛斯在对待愤怒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奥修强调愤怒是弱者的象征，而赛斯可能会强调愤怒是一种能量和情绪，并鼓励个体透过意识的转化和负责任的选择来处理它。不同的观点可以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洞察，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和处理情绪和内在的经验。佛又会怎么说？佛教对于愤怒的看法可以从慈悲与非暴力的角度来理解。根据佛教教义，愤怒被视为烦恼之一，是引发痛苦和不快乐的情绪之一。佛教教导追求烦恼的消除和内在平和。佛教强调培养慈悲和非暴力的心态，透过关照自己和他人的苦难，理解因果关系，以及培养内在的智慧，以减少甚至消除愤怒的发生。佛教教导修习六度或六波罗蜜，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智慧。这些修行有助于减少烦恼，包括愤怒。此外，佛教也强调修习静坐冥想，以培养内在的平静和关照力。透过冥想，可以观察愤怒情绪的产生和消退，并培养超越愤怒的智慧和慈悲心。总结而言，佛教教导我们要培养慈悲和非暴力的心态，并透过关照和修行来减少愤怒的发生。佛教强调以智慧和慈悲来处理愤怒，以促进内在的平和和快乐。